注意看，这个男人上一秒还是任人宰割的废物，被5个亲姐姐和1个义弟联手，活活抽干了5行灵根和全身精血，下一秒却带着无尽的恨意重生归来，还意外开启了斩断亲情就能无限变强的6亲不认系统。而这一切都要从他重生前的最后一刻说起。男人名叫伊森，本是天纵奇才，身怀金木水火土5行灵根，修炼的却是极为苛刻的至亲之道，必须对家人绝对奉献，否则就会修为尽毁。也正因如此，他成了全家人予取予求的工具。他的5个姐姐天生没有灵根，为了踏上仙途，他们竟逼迫伊森献出自己的灵根。在至亲之道的束缚下，伊森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体内的灵根被一根根活活剥离。当他散尽修为，沦为废人后，他最疼爱的义弟萨克里却因为渡劫失败而根基受损。他的姐姐们再次将魔爪伸向了伊森，他们竟然要用伊森的精血和骨肉为萨克里重铸道基。临死前，伊森听着他最爱的家人们兴奋地讨论着要将他的脊骨做成剑，将他的灵魂炼成扑，永世折磨。无尽的绝望和恨意中，伊森含恨而终。然而下一秒，他竟奇迹般的重生了，回到了10年前，姐姐们第一次向他索要灵根的那一天。更离谱的是，他脑中响起一个冰冷的声音，曾经束缚他的至亲之道系统，竟因主人惨死而反转，进化成了断亲正道系统，只要斩断亲情，就能获得逆天奖励。此刻，大姐西维亚正用傲慢的语气逼问他，是否愿意献出灵根。前世的伊森会毫不犹豫地答应，但这一次，他只是冷冷地看着眼前这张虚伪的脸。西维亚见伊森竟敢迟疑，立刻用断绝关系来威胁他。他以为这会是伊森最恐惧的惩罚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正中伊森下怀。伊森嘴角上扬，果断答应了他的要求。西维亚彻底懵了，他以为伊森在虚张声势，当即发下天道誓言，与伊森断绝姐弟关系。誓言成立的瞬间，伊森体内的精灵根被强行剥离，剧痛袭来，但他却笑了，因为系统提示音同时响起，斩断精灵根血清，奖励500年修为。一股磅礴的力量瞬间涌入他的四肢百骸。其他几个姐妹看到大姐成功夺取灵根，而伊森仿佛因修为尽毁而疯癫狂笑，他们的贪婪被彻底点燃。二姐克拉丽莎立刻站了出来，以同样的方式威胁伊森，也要断绝关系。伊森求之不得，再次同意。随着木灵根被剥离，他又获得了1000年修为。紧接着，三姐薇薇安、四姐洛兰也迫不及待地发下毒誓，夺走了他的水灵根和火灵根。而伊森的修为也随之暴涨到了3000年、5000年。转眼间，伊森身上只剩下了最后的土灵根。姐姐们的目标对准了那个楚楚可怜的义弟萨克里，他们声称伊森亏欠了萨克里，这最后一根灵根理应由他来拿。伊森看着这个前世将他挫骨扬灰的好弟弟，将同样的选择题摆在了他面前，想要灵根可以，但必须发誓断绝兄弟之情。姐姐们纷纷指责伊森恶毒，竟然用亲情来要挟善良的萨克里。他们笃定重情重义的萨克里绝不会做出这种事。然而在呈现的巨大诱惑面前，萨克里伪善的面具终于被撕碎。他毫不犹豫地发下天道誓言，亲手夺走了伊森最后一根土灵根。至此，5条血脉亲情全部斩断，系统终极任务完成，奖励伊森传说中的天道灵根。此刻，伊森体内已经拥有了凡人无法企及的恐怖力量，但在外人看来，他只是一个灵根尽失、修为全无的废物。他的家人们更是得意忘形，他们心安理得地霸占着伊森的灵根，还反过来指责他自私自利，活该落得如此下场。就连他们的父亲，那个从未给予伊森半点关爱的男人，也假惺惺地出场，一边痛斥伊森忘恩负义，一边又想继续利用亲情绑架他，让他去矿场挖灵石，为这个家做最后的贡献。3天后，仙门大选之日到来，伊森的一家5口凭借着从他身上夺来的5行灵根，成了全场瞩目的焦点。他们在测试时前大放异彩，引得仙门使者连连称赞。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家族即将一步登天，而当他们享受着万众瞩目的荣耀时，却不忘回头对角落里的伊森极尽嘲讽和羞辱，将他贬低为一文不值的尘埃。伊森冷眼旁观着这一切，就像在看一群小丑的滑稽表演。他知道好戏才刚刚开始，等所有人都测试完毕，
在全场的讥笑和家人的鄙夷中，这个被认为是废物的男人缓缓走向了测试室。他的父亲和姐姐们气急败坏，认为他是在自取其辱，丢尽家族的脸面。伊森无视了所有嘈杂的声音，将手轻轻放在了冰冷的测试石上。1秒、2秒，石头毫无反应，嘲笑声更大了。然而就在下一刻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混沌之光冲天而起，整个天空风云变色，连高高在上的仙门使者都惊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这股连天地都为之震颤的力量究竟是什么？而这群刚刚还在嘲笑他的家人，又将是何等绝望的表情？